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个月是交接太岁之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2025阳历2月的流月总论，还有我们今天要补充我们的农历新年的一个开工吉日以及接财神的时间。说到阳历2月啊，就迎接到我们第一个节气，那就是立春了。节气立春啊，是在我们2025年的2月3日就会交接到节气立春，流月干支会交接到了戊寅月。在这个时间之后啊，我们才是真正的度过了甲辰龙年，交接到了乙巳蛇年。而在这个时间前出生的新生儿都是属龙的，必须经过这个时间之后，才能说它是属蛇的。生肖的交替啊，完全是以节气作为交接的依据，绝对不是以农历为主哦。农历啊，主要是来方便记录日期以及计算潮汐所使用的历法。但这个你要注意啊，这个立春交接的当天啊，是农历的1月7日，也就是啊，我们得先过完农历新年1周后，到大年初6才会迎来我们的立春。只是先过我们的农历新年初6才会交接太岁，而在那一天啊，我们节气立春的时候，太阳到达黄金的315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我们岁次乙巳年的风水布局了。很多朋友问老师啊，老师我可不可以提早更动？这样子的话，我在过年期间把它做好了，或是在大扫除之前啊把它做好了，这行或不行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啊，老师还是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时间没有到啊，你做了移动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在搬动的时候啊，如果在那一天的日子不好，冲撞到了，而且又碰到对家人不利的流日以及流时，那么就可能变得很负面的影响，会变得弄巧成拙。所以啊，老师还是建议等节气交换之后，也就是2月3日的隔天，我们再进行更动会比较好。而在另外一个中华文化里面啊，在我们农历的初4，也就是阳历的2月1日。是我们习俗上的接神日，民间的信仰的灶神以及当年的太岁星君啊，还有民间诸神回归到人间的日子。这个习俗上啊，不是看干支，而是看农历了。所以在传统上，家家户户都会虔诚的来做敬拜，迎接诸神。但是除了五财神玄坛元帅，他率领的另外4位财神，就称为五路财神啊，他不是初4那天下来，而是隔天到初5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2月2日才会下凡。属于初4的是众神下来，但是独无财神啊，这个要各位注意到哈。我们接财神啊，一般都是初5的时候才能接财神。那么今年适合工商开工开业的日子啊，老师跟大家说明一下，老师给大家选了3个时间，各位老板就按照你所需求来斟酌使用。记得老师现在讲的都是当地的时间，不要把它换成北京时间或是台湾时间，一律以你所处的当地时间，你在美澳加都是以当地时间为主。而第一个时间比较早的阳历2月6日这一天的午时，农历是2月初9拜天公的日子。午时啊，当然就是我们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这是适合企业开工做的一个祭祀。第二个就是在我们2025年的阳历2月9日的午时啊，都是中午，那也就是刚刚讲到的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第3个时间真的就比较晚了，就是大年12，也就是2月15日的时候。那早上你可以从早上7点到9点啊，一直选择一个时间到中午啊都可以。当然啦，比较少公司行号会在那个拖到那个时候才开工啊，是比较少了。但是老师还是给你提供一下，选自己方便的时间就可以了。那老师为大家挑这3个日期啊，都摆在这里了。你不用再来问老师啊，老师我初8可不可以啊？我初5可不可以拜财神顺便开工？这老师告诉你了，其他时间你要不要去用，那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你选一个方便的时间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要找老师说来帮你背书啊，没有，我给你选了3个日子，就是那个时候。而我们刚刚谈到农历新年啊，其中到了初5的时候，那就是民俗上的破5日。什么叫做破5日呢？就是指每年农历初5的时候啊，根据东南亚地区的传统习俗，作为什么新年假期的结束开工的日子。因为正月初1到正月初4啊，有比较多的一些民族禁忌啊，比如说不能用剪刀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初5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解除了。所以在中国的北方也称为破5节，因为隔开了春节假期，所以是说放在神桌上面的一些糕点啊、贡品，你也可以撤下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而新春的一些禁忌啊，那比如说不能扫地啊，那时候也可以开始扫一扫。其实现在要有这个禁忌啊，其实也不多了，那在过去比较多。这个初5啊，它是玄坛元帅财神爷下凡的日子，又称为玄坛下降的日子。而为什么这一天是财神爷下凡的日子呢？这其实里面啊是有一段典故的。那就是在《封神榜》里面的姜太公啊，就是那个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拿那个鱼竿那个啊，
他的前妻啊就称作马娘娘。在姜太公他在失意的时候，就生意做失败的时候啊，他就向姜太公提出离婚的请求。到之后啊，姜太公发达了，因为他帮助了周文王哦，还跟周武王去建立了周朝之后啊，他就裂土封侯，变成齐国的开国的国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跟他讲是说，马娘娘就觉得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破镜重圆呢？那当然，这个姜子牙他是一个很懂得分寸的，那时候马娘娘嫁给别人了。所以说呢，姜太公就把这个水啊泼在地上哦，你能够让我覆水可收，那么我就跟你破镜重圆。所以说，既然是覆水难收，那当然破镜难以重圆了，那就拒绝他复合的要求。当然了，被就是当面洗脸了，马娘娘就因此什么呀，羞愤难堪。后来呢，就是回到家啊，自挂东南枝了。所以说姜太公啊，他既然这么恩怨分明，所以说呢，在马娘娘自挂东南枝之后呢，他在封神榜上面也给他加了一个名字，叫为什么呢？封他为穷神，也就是扫把星，象征穷困潦倒的象征，对不对？对这个前妻这次慈悲啊，是不是？他应该不是报仇吧？我猜啊。所以人们啊，在除夕或是正月初一的时候啊，我们在贺新年，我们在各方面的祭祀，但是就不会有人去祭祀马娘娘，因为呢，怕跟穷神扯上关系嘛，到时候甩都甩不掉，怎么办呢？那就很糟糕了。而正月初一啊，我们传统认为它是弥勒佛的生日。那弥勒佛的形象啊，当然就是怎么样呢？背了一个满满金银财宝啊，然后脸上挂了笑容啊，很开心的，给大家很喜气的。而到正月初四啊，大家要怎么样呢？要开始去迎接灶神，然后来去准备太岁的祭祀，各方神明啊也开始归了本位。但是直到了初四啊，各方神明都已经祭祀过了，但是还是没有人去祭祀马娘娘，毕竟她是穷神嘛。这个时候马娘娘就觉得啊，你这样很不行，对不对？我好歹怎么样也是个神吧，那是神你就应该让我享受香火啊，对不对？不然我当神干什么呢？是不是？他就跟弥勒佛去抱怨，那弥勒佛也是微微笑一下，也没说什么啊，也没说这要不要给你一个时间，那就给他打迷糊仗。这时候马娘娘就觉得，心有不甘，是不是？你给我打迷糊仗，这样好吗？对不对？我好歹是姜子牙的前妻呀，是不是？你这样搞很没意思。所以说呢，你不帮我排时间，那我就告诉你，你不帮我排，我自己创造一个日子，我就把我的姐妹淘，我就把我的闺蜜们，对不对？带去人间兴风作浪，让大家品尝一下什么是穷神的威力，是不是？大家就会记得我了。那弥勒佛一听啊，哎呀，大过年的，你搞这什么事呢？啊，你是不是又在开始做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样子就不好，是吧？弥勒佛就开了一个金口。好吧，那前面4天呢，大家都在忙，排也排不进去了，挂号都满了。那么我就安排初5，你马娘娘去让人间给你做祭祀吧。所以是说呢，你就带着你4个的闺蜜啊，姐妹淘啊，一起下去接受大家的祭祀。那这个节日啊，在过去是比较多的，叫做送五穷或是送穷娘娘啊。这个送穷的仪式以前是有，但是呢，在近几十年已经开始少见了。而到送穷的状况之下，那个弥勒佛也觉得，哎呀，祭拜穷神感觉还是怪怪的，可是你不给他下去也不行，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了弥勒佛啊，他有左右2大护法，分别为财帛星君跟玄坛元帅。那么呢，就想说，既然我身边有财神，他又是个穷神，好，我就送财神下去跟你去抵消。那么你有4个闺蜜啊，我就带着什么玄坛元帅带着4路财神，也就是5路财神，同时在初5的时候一起下凡，然后归在那个享受人间的香火。那既然是这样子状况之下，就可以让5路财神的力量去抵消了这个穷神的力量。那么这样就可以获得人间的平衡，也不会让马娘娘自己心情不爽。但是时间久了，大家也都忘记了，因为送穷这个字啊，有跟穷比上关系的都感觉是不好，大家也是心里不舒服。所以说最后大家只记得要祭祀财神、接财神，其他事情啊大家都忘记了啊。所以到最后，全娘娘还是没有人祭祀，这个是蛮有意思的。而初5之后啊，就是到初7啊，初7是7元节，在中华民族啊是被定为人类诞生的日子。这个日子啊，在越南里面也称为开贺节。为什么初7是人类被创造的日子呢？这是有典故的，这是根据汉朝的大贤东方朔所记载的。它里面有说初1是什么鸡的生日，初2是狗的生日，初3是猪的生日，初4是羊的生日，初5是牛的生日，初6是马的生日，初7是人的生日。那记在这边之后就停了，但后面还是有人去加注，叫什么呢？初8是稻谷的生日。到了第9天就是天的生日，
所以说啊，在华人的习俗里面啊，初九就所谓的拜天公或叫天公生，这就是它的来源典故了。再提醒一下，今年的天公生大年初九就是我们开工吉日，而最后一个初十啊，就是大地之母的生日，而且天生之后再就是地母生嘛，对，天地之间叫互补的。同样的在节气立春的时候啊，我们跟过去一样，都会有发现一个节气里面都有三候，每5天为一个候，说气候就是节气跟三候。那立春的三候啊，分别是第一候东风解冻，一般的意思是说冬天的那个力量会在这个时候啊开始去消退，然后呢这个风开始吹来了，就要把大地开始慢慢的融化了。而第二候叫做蛰成始正，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还不到惊蛰，所以说这个万物啊只觉得是说最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那么要春暖花开了，所以有一些的昆虫啊就开始有点蠢动。那第三候就是什么，叫做鱼至复冰，意思就是原来在水底的这些鱼啊，因为立春开始到了，所以说他们会开始慢慢的往到冰面上去移动。而第二个节气啊，就是在立春之后的就是雨水了。这个时候雨水的节气啊，太阳会走到了黄金的330度，但这个节气在历史上其实它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汉朝汉景帝之前啊，这几个节气它的排序是立春、启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在汉景帝之后，他的名字是叫做姓刘名启，所以官员为了避讳，就改了节气的名字，也改了顺序，就变成了立春、雨水、惊蛰，也叫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把雨水跟惊蛰这2个节气调换，清明跟谷雨做一个调换。为什么可以调换呢？因为除了刚刚讲到的是避讳啊，还有在天文学上的计算的校正，把节气啊变成更能符合现实的中原环境。而这个节气啊，在周朝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24节气，最早期的节气啊，只有4个节气。它4个节气包含的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那在周朝到演变到后面一点之后，就变多了。那另外4个就多了是什么？立夏、立春、立秋、立冬。那这也是按照什么呢？按照古传的易经啊，让4象也变成了8卦。而到了后面秦朝战国时代之后的秦朝，社会开始稳定了，要开始说什么书同言车同轨了，国家大一统了。所以说呢，秦始皇就命钦天监跟史学家把刚刚的节气再分为24个。那24个定出来之后呢，到汉景帝的时候啊，他第一个是避讳要修正，对不对？那个字要修正。那后面呢也发现这个计算可能不是很精准，所以就把它一次的调整回来，做一个回归校正。我们又指什么？它叫回归校正。那就绑定了太阳跟宇宙星辰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事情啊，已经距今有2000多年了，就变成一个固定的24节气，也变成民间作息跟真正开始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使用到的农耕相关的用途。所以是说啊，这个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历法是在几千年前老祖宗啊，他就从星象里面所了解的，依据太阳跟月亮的不同，设计出了干支以及农历。干支是针对太阳去计算的，那农历是以月亮为中心去计算的。所以是说，你的农历的15，它一定是什么呢？它一定就是涨潮或退潮的时间它这个是固定的。而雨水的3号是什么呢？雨水的3号第一候是踏鲫鱼。踏就是水踏，鲫鱼就是他抓鱼来祭天的意思。那当然不是叫水踏去拿贝壳敲来祭天了，不是它的意思是水暖了，鱼浮出来了，那所以说水踏也跑出来抓鱼了。它寓意是什么呢？寓意就是开始有生机盎然了。第二候叫做鸿雁来，这个时候大夜鸟开始返回北方，之前是什么要去南方，现在要返回北方了。而第3候就是草木萌动，代表草木啊，因为融雪的水分以及气温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啊就有发芽的迹象了。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阳历2月会遇到的2个节气，以及补充我们在农历新年迎财神的一些祭祀跟习俗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阳历2月的世界流月总论之前呢，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回顾跟验证一下我们之前针对阳历12月的流月总论有没有异验或失准的地方。为什么12月不是1月呢？现在才1月嘛，对不对？
而在2024阳历11月的时候，我们预测12月是一个所谓的决战之月，也就是各地的战争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战斗，甚至是决定性的战争。决战之后才会考虑到和解或是谈判。那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乌俄之战的俄罗斯也在12月的时候，这个炮击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完整的控制住了红军城的战局，也歼灭了乌克兰大部分的精锐部队。虽然不能说俄罗斯势如破竹，但是基本上乌俄之战的决定性战局的优势跟劣势已经定了。而叙利亚呢，也在我们的阳历12月的时候进行了改朝换代。那阿萨德的政府就被反叛军所攻击，那他就撤退了的叙利亚也吹起了阿拉伯之春，以及以色列强力进攻这都在呼应着这个12月降薪的威力之强大，会让这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变动。而没有把这个降薪用到好的地方的国家呢？有，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韩国，尹锡悦他是在12月的时候自行宣布了戒严这个就不是对外的战争，也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当权者要对内的打压。那这个东西呢，当然就不符合降薪的特色。降薪嘛，要么打仗，要么造反嘛。但是你尹锡悦你是总统，那你做这件事之后呢，反而回过来变成他一个败局的应验所以就比较可惜了他没有成功。所以国际局势部分对我们的预测来讲是属于比较符合的。而在经济部分我们预测各国的经济都属于遇震乏力。实际上各国受到了战争以及原物料供应的影响，通膨以及 CPI 都是变得比较高的，包含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但是呢，在12月的时候我们 CPI 也达到了 2.3 已经冲过了我们的央行通膨的警戒线。那其他大部分的国家百姓也深受通膨影响，让物价跟薪资收入产生了比较大的脱钩。各国政府都难以提出适当的措施来因应，所以说这个部分也算是应验的。而在金融部分我们预测到受到五轨星的影响，那市场上的投资市场会有一个杀声隆隆。那我们也看到例如美股在1个月内也是有近2000点的震荡幅度。但是如我们所说的，它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也没有。有没有特别好的消息？也没有。所以它上下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多的消息去影响。主要还是看到是一个资本操作的力量为主。那台股也是一样 N 型化的波动。那港股呢也是属于捧杀的模式，上海的 A 股当然杀声也是非常浓的。所以金融的部分我们可以知道五轨性的力量让许多人靠波段已经挣了大钱，赚钱人是有，因为既然老师说他波段会有，那有波段代表有利润，所以说老师也知道有些贵客你们是赚了大钱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摊平摊到躺平这个也没办法，毕竟怎么样呢？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是我们看到勇者，没有人关心掉下悬崖的弱者就有点可惜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针对阳历12月的整体预测应验度大概在 65% 到 70% 左右。那比较降低的原因是在阳历12月并没有太多的国家有做一些针对百姓的补贴政策这一点当然就是没有应验，它是属于扣分的原因。而看完了过去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在阳历2月我们换了太岁为乙巳年的太岁，流月星君我们迎来了福德星以及福星，所以这个2月是一个比较有打底的一个月份。在国际局势上面这个月受到了福星的影响，会偏向各国积极的整顿内需以及安民。政治上会尽量的协调各党派之间的歧见与纷争，全力以稳定经济跟民生为主，但是还是受到了卷舌星的影响，进展不会太顺利，一定有人为反对而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战争的推进会变得比较薄弱，因为大家都很乱嘛。所以我们目前所已知的战争会偏向是走向对峙的状态就是不战也不退，属于就地僵持的局面。而其他国际之间也是属于僵持跟谈判的路线，但是受到了绞杀这颗星宿的影响这谈判用力去谈，但是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结果。而在整体经济层面通膨跟物价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即使经济数据看起来强劲以及欣欣向荣，但是这是报表上面的，实际上百姓还是越过越辛苦。企业的销售额增加，但是百姓的消费力会降低，因为一样的收入所能买到的东西就变少了。所以整体的经济跟国际局势来看，会属于表面上的繁荣，但是却埋下未来更大的动荡以及不安的因子。
所以能的话，至少你从这个月开始都过完年了，老师会建议各位大力的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尤其是娱乐开支，尽可能的储蓄现金。如果你有余钱，你觉得还是要投资，老师会建议你投资贵金属的现货，例如黄金。这个黄金啊，各位去知道，你把它放个10年，你是一定会赚的，中途可能会赔，但中途也可能会赚，这不一定，但是10年啊，你是一定会赚的啊，这个不用担心会亏。而在金融部分啊，这个月的局势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做短期的投资获利率会比较高，老师是比较看多的。那老师说的短期啊，就是以周为主的投资，而且最好你只要一投资有获利了，那你就出场了，你不要再贪多说我还要掌握下一个波段，然后我再进场。不要这么想，你有赚就跑，然后呢一次赚就离开，不要再进去，哪怕你亏了，你也不要再进去，因为呢后面的变化会越来越大。你不要怕说我赚到了，我后面还有波段，我少赚了，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哦。你少赚不要紧，你不要拼了变成多赔啊，这个是一个忌讳啊。所以在阳历的2月部分啊，金融部分，老师是看是短多长空，这点要特别注意。有钱存起来会好过放股市里面去拼杀，再不然你买黄金放10年，你一定赚，中途有赚你也可以出手嘛。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针对2025阳历2月所做的流月运势总论解析。这个月啊是新的太岁年，也是我们频道迈向第6年的年份。新年新希望，老师也期许至少可以为大家服务满12年，把12生肖的流年运势总论都可以给它讲完，那也是一个圆满，你说是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下一集我们就来看一下12生肖在阳历2月的流月运势总论。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Nice.